晚上好哦，大家抓紧进来哦。刚才这个软件突然更新，差点没进来。还有几分钟。3分钟，3分钟。看看声音和画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就再等一会儿。好了，到时间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上课了。这个是色调的第2节课，所以和之前的课程来比，这节课会讲的更深一点，然后这节课内容好像也会稍微比较多，应该吧？可能会比较后面会比较复杂，我们同学慢慢听就好了，好吧？就是提前准备一下。那么我们一开始还是先从一些简单的东西开始看一下。好，首先是这几张油画，都是那种光影和光照的感觉很强烈的一张照片。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标题叫生理感知，对吧？生理互补色，互补色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过，基础部分提到过互补色是什么？互补色是色环里面180度这样完全对应的这个颜色。所以在我们的生理上来说，如果你直视一个颜色时间过长的话，你的眼睛会
为了防止你一直看一个颜色会伤到眼睛，你的眼睛会进行一个生理调节，所以你比如说你在盯着这个颜色看时间长了之后，你突然把眼睛移到其他地方移到这个看到白色的墙的话，你的眼睛里面的颜色会突然变成它的互补的一个颜色。也就是大概是这边的这个颜色，这就是生理上的一个颜色的互补。那么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也可以去利用这个生理上的互补去表现这个更深一步的去表现光的感觉。比如说像这张上一节课我们也给大家也示范的时候也用到了这张图，对吧？因为这张图它非常经典。比如你看它的这个上一节课我们可能主要强调的是它的这个颜色的关系，比如说这一圈会有这个红色，这一圈红色会给我们一个夕阳的这个感觉，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就能感觉出来它是夕阳的这个光的这个影子的过渡。那么生理上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这张图片的光感很强，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它把生理互补色在纸上表现出来了。它在画这个暗部的时候没有直接用这个它本来的颜色，它把它的这个固有色偏的很大，很大胆。比如说像这个天空是红色的天空，对吧？所以呢，它的这个暗部的这个颜色，它就利用了这个画家忘了是谁，他就利用了这个互补的颜色，它的这个颜色选的大概是一个橙红色这个颜色，所以它的暗部大概是用了这个它的生理互补色。大概是这个颜色，这个吸的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它这个是油画转照片，中间的这个像素点什么之类的会很多，所以吸色的话不太准确。我们大概看一下，它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些都是实体的油画，大概是这个冷色调这个地方，所以它们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去提醒我们，去刺激我们的生理感知。然后这张也是一样的，刚才这个是红色的，对吧？然后这边这个颜色是什么？黄色、绿色，这里大概这个地方，它的这个互补色也是大概是这个对面的这个角度，也是大概对面的这个冷色的这个地方，所以它的这个光感也是很强烈的。然后这两张很像，最后还有这张的话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冷暖对比的这个光影的感觉。这个是好像是莫奈的吧，就是印象派的话，我们现在网上很多这个画师，他在画这个黑白的时候，不是画黑白，画这个光影的时候，其实都和这个都会和莫奈的这个，通过莫奈的这些或者是这个印象派的作品里面去发散出来，从这个里面去吸取经验。比如说它的亮部是暖色，这个很明显，它亮部是这个黄很亮，很纯度比较低，然后明度比较高的这个黄色。然后暗部是它的这个互补色，大概是离得很远的这个地方，蓝色去表现阴影部分。这样的话，不仅在明度上拉开对比，去表现它的这个光感，还在这个色相上面去拉开对比，表现它的这个光感。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亮部可以用暖色，暗部用冷色能够增加它的光感。那么它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个知识点，就是生理互补色，我们生理上的这个感知。好，那么刚才我们这里有一个球，对吧？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球都是一个红色的球的话，它们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光影。那么这两个球很明显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它更强调素描，它主要是通过素描关系去表现它的这个光影的强度，而这张可能会更主观一点，更进行过更多的处理再去表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风格。这两种风格呢，其实它都是可以的，主要是要看你在画的时候你是去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我们在画的时候有。画面可能侧重点不一样，有的风格也不一样。有的同学的画面呢会更侧重黑白关系、素描关系，比如像这张就是
明暗关系，它的色相对比不是很明显。然后像这张的话，它的暗部就和这个很像，和这个很像，它的暗部非常的灰，它是经过一个主观处理的。然后它的这个颜色的情感表达可能会更强烈一点。这张图片，第二个球的话，通过这个一个色相对比和纯度对比，它的这个红色会可能会看起来会更加的鲜艳，更 buff 更多，buff 更多。好，那么他们都是两个一样的球，我们再演示一个其他的，再演示一下这个其他的，看一下第二张剪辑模板。哎呦，哎呦。好，再比如说这个绿色，相反色突出明面吗？对，这是一种表达方法。你说的这个是这个球它用到的方法，但是我们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说表现暗面的话，你就可以把亮面的纯度降低，暗面的纯度提高。这个其实就是网上说的什么亮灰暗纯，亮纯暗灰，就是我们同学说的这个什么相反色突出明面，它主要是看你想要突出的是哪个面。如果你想突出明面的话，就是这样画；如果你想突出暗面的话，你就可以用亮灰暗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这个绿色，还是先把这个球，它是绿色，随便取一个黄绿色，它应该是黄绿色。好，首先是它的这个暗部，如果是不强调黑白关系，是强调素描关系的话，一般我们的阴影会往这个右下角取，这样的光影更强烈一点。好，这首先二分做出这个亮暗的分别，然后它的素描关系，如果有基础的同学，或者是听过之前的基础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画这个球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吧，应该不用我再去强调了吧？就是它首先要有一个明暗交界线，然后还有一个反光部分，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中间会有一些颜色过渡，这个时候我们用这个涂抹笔刷可以稍微的去让它过渡一下。它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石膏的球体，然后影子的话也会有自己的反光，影子中间这里有一点反光，然后影子这里会有一些闭塞，边缘可以稍微强调一下。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同学应该都知道吧？好，这个是一个比较注重素描关系一个粗略的这个有颜色的球，那么它就和这个一样是更倾向于这个素描关系。那么这张的话，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像这个我们再复现一下，复现一下，刚才不小心画到了，复现一下这个，首先还是。首先暗部的话，纯度降低，然后取一个大概这个颜色，大胆一点。有点太暗了。好，然后离得近的地方饱和度会更高一点，它离明暗交界线近的地方颜色会更加的鲜艳一点，然后可能会更偏向色相会更明显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们上节课让同学们去尝试着不改变，或者是控制黑白关系，然后再去调整，再去调整它的色相的原因，这是最基本的要掌握的东西。然后靠近一点，进行一些比较丰富的色彩变化。要在能够保证它的这个明暗关系的这个大的基础上，它的色相应该，如果是这张图的话，色相可能暗部可能会再偏紫一点。阴影部分是这样的，它的阴影部分会有一些闭塞，大概是这个样子。好，你还可以进行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交界线之间可以来一些更丰富的颜色啊，去增加画面的这个丰富度。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过渡一下，这个就是一个有色相的，而且比较偏，相对于黑白关系来说更偏向于色相的一个变化。这个亮部可以纯度再降低一点，去突出它的明暗交界线，突出它的立体感，这样它就有一个立体感。好，这个是两种颜色的处理方法。当然你也可以结合一下，就是不要像你也可以不像这样说完全去基本上完全是依靠黑白关系去处理它的这个明暗，也可以不要像这个样颜色过于夸张，你也可以稍微结合一下。结合一下的话，就是你的这个暗部的颜色，你去取暗部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去改变一下它的这个色相，这样也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它就会处在一个相对中庸。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讲什么中庸吗？就相对中庸一点的这个变化方式这都是其实这些艺术处理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都没有这个都是没有绝对的答案的，都是经过我们的一些。我们主观很多时候我们画出来的东西很多都是经过我们主观的去选择的一个结果。好，稍微有一点这个色相的变化。那么在画的过程中，你的这些主观的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主观的选择去最后得出来的这个结果，造就了我们不同的画风。就像树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画的完全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在每一步，或者是你判断的每一笔每一个颜色，可能都会有所偏差，有所不同，都是我们当下的。都可能会有一大部分是取决于我们当下的这个感受，或者是想法，或者是你的状态。好，这个是生理互补色。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这个知识点，比较有趣的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我们有这个女生喜欢化妆或者是研究过化妆的话，你涂腮红的时候，他们涂腮红不是会强调一个什么膨胀色、收缩色？如果你的脸颧骨比较高的话，那么博主会让你去用一些什么偏黄的、偏紫的这个收缩色，让你的脸颊会小一点，或者是你的脸太瘦了，形状去调节它的形状，你哪里需要肉嘟嘟的脸的话，你就可以去用一些偏粉的这个膨胀色，让你的这个颜色看起来是
颜色体积会视觉上会放大。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颜色有一个这个概念，就是收缩色和膨胀色，这个应该很明显吧？这两个颜色看起来，这个蓝色是不是更像是凹陷下去的，缩进去在这个灰底里面？这个蓝色它是一个收缩色。然后这个红色的话，这个红蓝对比是一个最明显、最经典的一个颜色。然后像这个膨胀色的话，也很明显，这个红色看起来和前面的蓝色相比，它会更突出，或者是更拥挤、更膨胀。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同学有研究过的话，也会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印象，就是这个裸眼3D 的话，它很多我们经常会用什么用红蓝去做一个裸眼3D，比如说你在这个蓝色，你单看的话，可能它只是一个蓝色，你在上面画上这个红色，你会感觉它的这个颜色是立体的，这个颜色是会跳，会这个会感觉像是悬浮起来的，有没有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红色它是一个很经典的膨胀的颜色，然后这个高饱和的蓝色它是一个收缩的这个颜色，那么红色放在这个蓝色上面会显得更加的突出，更加的甚至会感觉我们同学仔细看，盯着它看可能会有点眼花，是不是？甚至感觉这个红色好像还有阴影，但是我只是画了一条，对不对？你甚至可以感觉到，应该可以感觉出来吧？感觉它好像周围有一层黑色的这个阴影，对吧？那是因为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它不是牢牢的盯在这个画面上，而是你的眼睛看的时候会有这个偏移。那么你的上一个看见的这个黄色残留在你的视网膜的这个地方，但是你的眼睛稍微动一下，那么这个红色它就很明显残留在你的视网膜的另一个方向，它们之间2次残留的这一笔的影像之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偏差，那么这个偏差就是你看到的那些若隐若现的黑边，也就是它的立体的感觉。能听懂吗？那么如果没听懂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下面就会再来介绍一下什么叫视觉停留或者是裸眼3D。其实网上很多，我们冲浪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就是小图片、小梗图，会让你去做一些有趣的小测试、小实验，就是一些关于视觉停留上面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是，刚才也说过，我们在做这个动画的时候也会，说到就做动画也会有一个这个原理，就是视觉暂留，大概这个0.0几秒的这个图片会印在我们的眼睛里面。那么我们看这张图，它是不是虽然它是一张静态的图，但是你盯着它看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图片在像波浪一样动，就是因为你的眼睛在看这张图片的时候，它上一秒这个黑色的这个条纹，它停留在你的视网膜上的这个停留在你的眼睛里面的位置会稍微有一些这个偏差，这些微小的偏差，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变化，这个弯曲很多，所以它的变化很多，就会聚集起来，就会让你感觉它的这个图片在动。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看着这个蓝色的球，看这个蓝色的球的话，我把这个涂成这个快速的开关一下，我们会感觉这个球，我们盯着这个蓝色的球的话，会不会感觉它的颜色在闪，或者说这个球在往前很像是一个陷阱，或者像一个坑，然后这个球在一直往下跳的感觉，对吧？因为这2张这里的这张图片呢，它们的这个黑白是完全相反的。那么你的这个上一秒的黑色是下一秒的白色，总之就是这2张图片叠加的视觉暂留，让你有一种看见这个图片是在往前进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你盯着这个不动的这个完全没有变化的这个球看的话，
可以形成一个更强烈的对比，让它的这个动态的感觉更强烈。你把它关掉看，这个也会比较，这样也会比较直观一点，对吧？这样看的话，我们同学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球？虽然这个篮球没有变化，我只变了这一个图层组，但是这个篮球自身好像也有一个黑白的变化，对吧？这个球不仅是背景在往下坠，这个球自己好像也会被这个周围的环境照得一亮一暗的，因为这个球自身除了背景的这个黄色和白色之间会形成一个对比时，导致这个视觉暂留的这个效果。这个篮球和这个不同的背景之间也会有一个对比，让我们判断出这是两张不同的位置，判断它们是不同的这个色彩关系，不同的这个形状关系，图片的这个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感觉这个球它也相对。我们牛顿第几定律？我的物理不太好，牛顿那个什么定律来说，我们的运动是相对的，对吧？所以说你的这个背景在动，那么同时你也会感觉到这个球也在动。啊，这就是生理感知。有的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塞一些生理感知，去塞一些这个。塞一些除了基本的理论之外，除了理论和数值之外，我们前面几节课不是一直在讲这个数值，或者是控制明度啊、纯度啊，或者是研究这个这里的这些具体的值吗？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除了去控制这个值之外，我们让画面出效果，还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去控制？还可以通过这个生理感知去控制。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也就是中国画师一生最爱的常色，它大概就是一个这么一个原理。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背后的原因就是在我们中国的画师可能更喜欢绚丽的色彩。然后黑白关系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这个表达欲了，所以要通过更深刻的、更加抽象的手法，或者是更深一点的、更有心机一点的手法去增加我们的这个画面效果。比如说这个常色，常色。那么我们同学们在这个关于常色方面的话，容易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颜色会容易画脏，对不对？那么常色的话，还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要求，就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要能够，也就是我们上一节课强调的一个能力，就是能够相对来说控制你画面的这个黑白格子相对的黑白关系。好的，那么我们再深入去了解一下常色的话，我们要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物理明度，一个是生理明度。那么物理明度的话，我们之前讲黑白调子的时候也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就是物理明度，它就是物理是什么？你的光学显示屏，也就是我们这个显示屏显示出来的，就是我们这个 RGB 取色模式，它控制通过这个物理的手段去控制你的黑白，你的颜色的这个明度关系，也就是这个 HSB 里面的 B 就是 bright 灯光亮度，是吧？亮度。有的时候也会说是 L 值，就是都是一样的，就是取色的这个模式，它的名字 light 这个是 L， 它的这个叫法不一样，其实表示的意思都是一样的 ，B 或者是 L 它都是明度值的意思，也就是物理明度，电子屏幕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黑白关系，我们的这个再复习一下，这个是亮灰暗。我们的画面要最基本的3个元素就是亮灰暗。那么这个亮灰暗之间会有一些互相之间的差距不同，互相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同的话，
得到的这个画面效果也不同。啊，刚才第一块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亮灰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同学应该都知道吧？就是一个东西，如果你想画出它的体积的话，要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的3个元素就是亮灰暗。这个灰因为涂抹的关系，所以这个灰可能比较模糊，它中间是有一个灰面过渡的，亮灰暗，这个是最基本的。也就是物理明度我们最需要注意的东西哈。那么知道回忆一下这个之后，我们继续研究一下这个色环，这个色环，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色环。首先光学显示屏，我们第1节课就和大家强调过，就是光学显示屏的3原色和这个颜料的3原色是不一样，它是一个加法3原色，就是你的颜色越混，它的这个明度会越亮。因为它底层逻辑是灯光，是屏幕显示的荧光，所以它的颜色越叠加，它就会越亮。但是颜料的话，你如果有经验的话，你肯定知道颜料越叠加，它的颜色会越深越灰，对不对？越深越往这个越重。颜料叠加的话，可能会往这个地方走，往下面走，或者是变成最后合成一堆土黄色。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红绿蓝，它的光学显示的光学3原色红绿蓝，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什么加法3原色，它们的颜色越叠会越亮。那么我们如果但凡知道这个有一点美术基础的话，肯定都会知道我们的颜色是由3原色之间互相混合而成的。那么它们两相加的话，颜色会越来越亮。所以我们的这个色盘里面最暗的3个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最基本的3个颜色，也就是红绿蓝这3个颜色？我们看一下黑白图层。饱和度，我们看一下，开了黑白之后，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这个色环里面，不要看中间的，看外面这个环的话，它有很明显的三个点位特别的比较暗的比较明显。一个是这个地方有一条黑杠，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一个黑杠杠，这里有一个黑杠杠，然后这个颜色是最深的。那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光学显示屏里面这个颜色加法3原色里面最原始的三个出发点，3个最深的这个颜色，然后也就是我们的红绿蓝，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红色，这个是绿色，这三个锚点。然后我们的色环是怎么形成一个环的呢？它们之间这2个颜色互相相加得到这里的颜色，然后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互相相加得到这个颜色，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3节课3原色光学3原色是红绿蓝，然后这个纸上你的这个颜料3原色是红黄蓝。我不是刚说过吗？我们同学刚才走神了哦。这个是光学3原色，它们之间的这个混合原理是颜色越叠加越亮。我再说一遍呢，这个光学3原色红绿蓝之间的混合原理是颜色越叠加越亮，然后颜料3原色的混合原理红黄蓝它是越混合之后颜色越深越黑越糊。也不是越糊，就是越深越往下面走，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因为光学的话，我们是依赖这个显示屏的，所以显示屏的这个逻辑不就是物理的这个屏幕的亮度嘛？所以它会越混越亮。好，所以这个是红绿蓝，记住红绿蓝。如果这个物理上也会，后面物理也会学，对吧？物理里面，物理的话上面会学到这个光学3原色就是红绿蓝，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很多东西也是也是建立在这个物理的基础上去进行研究的，所以很多知识是互相串通起来的。好，然后刚才我们看出来这个最深的3个地方是红绿蓝，对吧？也就是这个3个角。那么中间这个它们之间的这个对比色、互补色，这个蓝色的互补色，这个黄色，红色的这个互补色，青色，绿色的互补色，品红色。记住啊，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现在这个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的颜色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品红或者是洋红，也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一个色彩，就是洋红色。
也就是它们的互补色。记住这个口诀：红绿蓝青品黄，好吧？红色、红绿蓝三原色，它们的对比色，红色的对比色是青色，绿色的对比色是品红色，蓝色的对比色是黄色，也就是它们颜色混合在一起，混合到最终点的时候，可是我们看。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最亮的这个条，对不对？这就是它们这个两个颜色混合到最亮的一个地方。然后这里也很明显有一个最亮的这个点，这个就是这两个颜色之间的混合到一个最亮的地方。然后这一块可能整体都比较深，不太明显，但其实这里也是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这一部分有一个最亮的一个点，它就是这个地方，也就是它们的这个对比色。我们一开始在第一部分说的时候也会提到说生理互补色，对吧？生理互补色就是它们互补，两个极端。互补是什么意思？互补就是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你是最亮的，那么你就是最暗的，它们之间是基本上是类似于互补的这个原理，互补的一个关系。好，然后这就是一个色盘最基本的一个形成原理，然后他们再继续两混合形成什么24色相环啊，或者是更复杂的色相环啊，它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去更深入的去混合，去得到这个颜色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呢？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绘画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取色的这个阈值。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和大家探讨一下。暂时先提一下，这里说到就是我为什么要去研究这个，因为它会在这个板绘上面去画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后面取色的时候的这个阈值和取值范围。比如说你如果用这个你去取这个颜色。如果你用这个颜色去画它的这个，用这个颜色去画的话，那么可能你的这个，如果你饱和度，你想取一个高饱和的蓝色的话，高饱和的这个蓝色，那么可能你的亮度你的这个物理明度只能，我们看一下黑板图，你的物理明度只能到这个地方，只能在一个很低的这个地方，那么你整体画出来的这个颜色就不会太亮。虽然说你的这个光学的这个你的生理明度，也就是你眼睛看到的这个明度，它会有一个你眼睛看到的明度，可能你吸一下这个本来的这个颜色，可能它会有一个到100的这个效果，但是实际上它的物理明度，它的物理明度只能到这个地方，只能画在这里。你的这个颜色如果画高饱和的话，你的这个颜色只能画在大概在这些地方，你可能就不可能画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想要把这个颜色画到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什么？你只能把颜色的饱和度降低的话，就会影响到另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纯度对比也会影响到它的纯度对比，所以这个之间会互相之间有一个影响。好吧，那么我们同学可能会有一些混乱，先不要混乱，跟着老师的这个思路去继续深入。好吧，我们在画的时候最基本的一个能力，就是掌握黑白关系，掌握黑白灰的这个素描关系。其实素描的话，我们同学不是说这个小时候会学什么素描，对吧？这个也是很有用的。素描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对我们画面还是对我们画有很大帮助的一个能力。素描关系。好，这个是这个。还有，为什么这样排呢？为什么会是红绿蓝青品黄？为什么不是红蓝绿青？不是红蓝绿青品黄，是红绿蓝青品黄呢？因为它们之间互相对比。如果你的画面里面的红色减少的话，如果你拉曲线的话，你应该会有印象，就是红色减少的话，你的画面整体就会发青。如果你的这个红色增加的话，那么它就会增加。反过来，如果你的这个青色减少的话，你的画面就会偏红，对吧？互补色嘛。这个我们的曲线的这个基本原理其实就是这个互补色的原理。我们如果是绿色，如果是你去增加，你去调这个画面的绿色的这个曲线，让它这个绿色的颜色变多的话，
那么这个画面就会偏向于这种紫红色。这个是曲线原理，我们后面也会具体和大家去举例去讲。先知道一下，这个是物理明度，那么我就不太过分强调。总之就是一个素描关系要画的大差不差，素描关系画的干净的话，你很难把一幅画丑，对吧？然后就是生理明度，生理知觉。下面就是一个这个场色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是物理。这个是物理关系，这个是生理关系，这个就开始有点抽象了，开始变抽象了，要需要一些我们的一些经验，或者是要去进行一些比较深的这个研究。什么是生理呢？那么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第一部分的时候，已经让大家初步去感受了一下，就是什么是生理，你的眼睛接收到的这个画面。那么我们眼睛接收到的画面和它的这个现实中的这个颜色之间的关系呢，是有不同的。那么这个不同，我们其实是可以稍微去，可以去把握一下的，好吧？可以自己去把握的。比如说，这个是红黄蓝绿，大概是一个彩虹的这个色环的颜色。大概这里这些颜色大概是取了一圈这样的颜色，红黄蓝绿，然后青蓝紫，加上一个品红色，不要忽略掉。如果是习惯纸绘的话，我们同学不要忽略到这个电绘里面会有一个品红色，也是比较常用的。然后像第一排，我们把这些颜色放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明度环境里面。我们上一节课讲这个环境色调的时候，初步的去给大家演示了一遍，讲解了一下，就是颜色和这个环境之间的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环境变成不要去考虑它的这个色相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把它这个颜色都变成环境色，变成黑白色，只去考虑明度的话，控制我们的这个颜色的这个明度和背景环境的明度差不多，大概取了一个95、80或者是60、50这样的一个明度的变化。当然其实还可以取得更细，我们这里暂时就取到这里吧，后面还有更黑的一个颜色，也很黑的太多就不取太多了，好吧。然后这些有什么共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你开一下黑白图层，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些颜色它都是明度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光是用眼睛去看就可以感觉出来，它的颜色其实是它的这个颜色，其实它的明度和在每一个环境里面它这个颜色的存在感是不一样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活跃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做实验的话，也会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一个细菌或者是一个什么细胞在什么环境里面会很活泼。有什么趋光性，就是那个有一个什么实验来着，就是有光照的时候，你的这个生物还是什么微生物什么，就会往这个有光的地方去跑。然后有的地方有的环境下，这个东西又失活了，它就像死掉了一样，它就突然躺平了。像比如说像这个黄色，它最暗的地方，它的颜色就非常的不显眼，对吧？直观一点，我们直观一点。好，我们只看一排。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就是很明显，它是在一个同样的明度里面，黄色是最萎靡不振的一个，它可能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控制变量，你可能不小心，温度有这个几度的偏差，或者是哪个什么环境稍微有一点变量的这个改变，你的培养皿里面的这个细菌你的菌落突然就死翘翘了，突然就嘎掉了，然后这个它就不适应，它就不适合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但是有的细菌，它越热，它就活性越高。有的什么什么什么每个东西的这个喜好不一样，对吧？那么像这个地方比较明显的颜色是什么？这个品红色，还有这个绿色，它们两个颜色都比较跳脱。然后就是这个红色也稍微比较这个蓝绿色也挺亮的。然后这个紫色的话，这个紫色是一个很特殊的颜色，我感觉紫色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因为它在暗部环境里虽然不是很亮，但是很有存在感。可能它就是那种轨迹比较多，它虽然不是特别亮的，但是它总是能吸引你的注意力，就像是教室后排那个不听话的学生，虽然他表现的不是特别优异，但是他总是能有一些诡计多端的去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对吧？这个是颜色，它有自己的这个性格、自己的特性，但是相同的是，它们的明度都是一样。那么，如果你把你的颜色的明度控制在这个同样的地方，你只去改变它的这个色相或者是纯度，这里不太好表现了。纯度也是一方面，去改变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这样改变它的明度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在保证它的这个素描关系不变的基础上去丰富它的颜色，让你的颜色跳起来，让你的颜色产生一个同时对比。比如说，你在同样的这个明度环境里，把一个这个颜色和把一个绿色和一个这个青色放在一起去对比的话，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颜色，这个会更亮一点，这个会更暗一点，他们颜色就会互相有一个这个闪亮的跳跃的这个感觉，对不对？虽然跳跃的感觉，也就是达到这个的感觉，很像是这个的感觉。将就着看吧，就很像是这个刚才演示的这个东西的感觉，对吧？好，还是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像这个颜色最浅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们的颜色可能会，相对来说都比较亮，然后这个颜色它们整体的存在感都比较低，对吧？你的颜色会很鲜艳很亮，但是不会像这个暗部的时候那个颜色一样不会像暗部的颜色一样特别的显眼，可能大家都很亮，都很那个什么，但它们的黑白关也是不变的，这个是在这个明度很高的环境下，我们都取一些饱和度比较低，然后明度比较高的这些鲜艳的颜色，它们之间就会颜色变得很丰富。再比如说中间随便找一段，还是很明显，这个我们按顺序看一下，这个会比较保守一点。然后到这个80度的时候大家都差的不太多，还是这个青色会更亮一点。除了这个青色之外，其他的颜色都比较保守，比较含蓄。那么再往下的话，最亮的颜色就变了，变成了什么？变成这两个就差不多了。然后像这个品红色也开始冒尖儿了，这个红色品红色也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出自己的一些光芒了。那么再往下，它的颜色之间的这个差距又拉开来了。它们之间，这个黄色最明显的是什么？最明显的是这个黄色，它一蹶不振。它一开始黄色可能是最亮的，你看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颜色最显眼的，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是黄色的。它慢慢黄色就变得，看这个黄色，它很明显有一个急转直下，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这个就是黄色。黄色它到最后的时候，黄色已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水花。那么相反，我们的这个绿色或者是蓝色是不是发挥的一直很稳定？我们看一下，看这个绿色和蓝色，它们一开始大家的这个起跑线都差不多，但是这个绿色和蓝色它一直是稳步向前，遥遥领先，逐渐的遥遥领先，慢慢的就是，尤其是到后期的时候，这两个颜色比较突出。然后再比如说这个蓝色和紫色的话，它们中间可能它们是突然爆发型的，突然冲刺型的，前面都比较正常，然后光芒也不是那么耀眼，但是慢慢到后面的时候，突然就它们之间突然就会有一个升华的感觉，有一个觉醒的感觉，就是变亮变。虽然比不上这个绿色或者是蓝绿的，但他们的这个存在感是不是也比较闪亮？然后还有什么红色和品红色也是比较稳健的一个颜色，但是比蓝绿色会稍微的委婉一点，但是这个品红色和这个红色就是暖色的这个颜色，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步的这个。一直都比较耀眼，一直都比较显眼，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看这个东西。好，这就是在明度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不同色相，然后包括一些后面有更复杂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它们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么我们在这个能够控制好物理明度的基础上划重点了，在能够控制物理明度的基础上，然后再去追求这个常色，追求这个深绿互补色，它的这个色相上面有一些更丰富的颜色跳跃和黑白的这个变化，这样就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画面的完成度，画面的这个风格。比如说像这些图片，还是第一个很经典的图片，像这个图片，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哎呦，我大一点。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为什么让你感觉，为什么我们会感觉这张图片有光的感觉？其实你开黑白去看的话，它的光感是不那么强烈的。为什么有颜色的话，它的这个光感就会很强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在同一个明度下，这个红色可能会更吸引人的眼球，更抓眼一点。在这个比如说大家都是幼儿园小朋友，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是普通小朋友，还有一个人他就是神童，或者是他是什么？他是特别活泼、特别自信的小朋友。这个红色可能就是最自信的小朋友，他会让在人群中很耀眼，让你一眼就想和这个小朋友去互动，一眼就注意到这个小朋友。虽然他们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但是这个小朋友就会更讨人喜欢，或者更让人想去和他互动，对吧？这个红色就是在同样一个明度的在同样的一个明度环境下，这个红色可能就会让你。如果让它有颜色的话，你第一眼会注意到的是什么？除了明度关系之外，就是它这个红色的描边，红色的这个光晕。好，红色它其实在它的红色，我们看不仅仅是看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亮部的红色，暗部也有红色，对不对？你看像这些地方，这一块这个是亮部，这些都是一些比较亮的地方的这个红色。像这些地方是亮部用红色去表现它这个光的光晕，然后像这个地方暗部也会有一些红色，对吧？看一下黑白图层，
看黑白的话，它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地方也会，像这些地方啊，或者是比如说像这个边缘这里也会有一些这个，也会有一些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比较这个像这些大概在这个范围内的这个很亮这个红色。好，这是我们刚才也分析过的，就是红色或者是这个大概在这个地方平红色，它们在这个基本上在所有的环境里面都是比较耀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亮部或者是暗部都去加一些这个同样的这个明度环境下都去让这个红色很突出的话，就会给我们一种像燃烧起来的让我们一眼就注意到这个红色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就是通过生理上的一个手段去增加我们这个边缘的光晕的边缘这些光的这个散射的这个散射出来的这个有颜色的这个光的存在感，让它的这个边缘更清晰。好，然后是这个同时，不仅仅是红色用这个颜色对比，同时它的这个暗部的饱和度是不是非常低？我们一开始去看的时候还提到一点，就是它的饱和度非常低，所以这样它同时结合了不仅仅是它的这个色相方面的这个场色方面的生理明度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生理互补色里面这个暗部这个互补色这个灰唇对比，还有一个就是灰唇对比，它这个纯度很低的话纯度很低也是一个 buff， 就是高对比的这个纯度也会推出让这个人把这个就像一排人站在这里，然后你把纯度一下子降低了，咣就把这个红色给推出来了，对吧？这个是同时用了这个都是通过一些生理上的手段去增加我们画面的感觉。然后这个也是这个的话就是用另一个颜色，也就是这个蓝色。喝一口水，蓝色。好烫。像这张里面就是它的这个边缘的话，更多的是蓝色。看一下，我们把它的这个黑白的这个图层开一下，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首先一个是黑白关系要正确。我们第一节课有强调过，是不是有强调过说这个黑白关系对画面的影响度要稍微大于这个色相的影响，然后色相呢又大于纯度的影响。之间我们画面影响画面的因素是很多的。第一下黑白，再强调一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黑白。黑白对画面的这个影响，因为它首先黑白这个调子，这个黑白调子它是对我们画面影响最大的一个东西，对吧？然后你在保证黑白的基础上再去找它的色相啊，色相对比红蓝啊，对比色互补色、生理互补色，然后你的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生理感知对不同颜色有不同的这个情绪认知，这个色相也是对我们画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就是纯度它会起到一些比较微妙的灰唇，比较微妙的很细节的一些地方。其实这个他们只是影响程度，但是他们的重要程度都很重要，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我们一艘航母能够更好的去升天，不仅仅你的这个外壳大形状要造好，那么它内部精密的仪器也要精密的这个小螺丝或者是这个尺寸之间，还有它的这个什么运作原理啊之类的，这个大小结合的要天衣无缝，这些小的细微的东西也要容易忽略的这个小东西也要非常的也要能够很好的去相互结合，把这些大的这个外壳整体的和这些小的都去结合一下，你的这个航母才能够顺利的发射出飞机在海上航行之类的。
对吧？所以这个只是他们这个主观上对我们画面的影响，这个是从读者的角度，从这个看这个观赏者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个对画面的影响，我们呈现出来的画面，但是我们在呈现在做这个饭的，在做饭之前，很多小细节、小工序，比如说小心机，这个就是小心机，很多这些小心机是不会让客人看到的，对不对？我们呈现出来的这个食物，它都是非常完整的、非常做工完整的东西，但是你后面切菜呀什么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去具体的去看到。好，扯得有点远，就是说，还是像这个，首先你要把黑白关系搞对了，它的这个树是比较灰的一个影子，然后中间这个湖面的倒影，天空是最亮的一个地方。比较亮的天空，然后湖面上倒映出来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比较，相对于天空来说，这个湖面倒映出来的天光，它会有一个色彩的这个光线的损失，所以会看上去比较暗，可以看出来吧？这个虽然同样是影子倒映出来的这个颜色，即使是倒过来，你也可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判断出来哪个是天，哪个是水面。这个是天空，因为天空它的这个会更亮一点，然后这个水面它虽然反射出来，镜面反射出光，但是它会有一些光线的损失，所以它这个湖面上的这个光影，它会相对来说会更暗一点。好，首先黑白素描关系搞清楚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增加它的色相。其实这个其实你乍一看的话，可以看到它很多这个蓝色或者是绿色的一点点这个点缀，但其实它中间的色彩变化是非常丰富的。还有比如说这里有这个绿色、红色之类的这个混合而成的这个颜色，然后这里是最深的一个，你可以看出来吧？这也是一个湖边水面的这个倒影，它的这个颜色很通透，就是因为它这个场色场的非常有水平，非常的强，非常的厉害。就是它的这个远处，它会考虑到一个什么大气透视，远处的话，这个树它会受到更多的这个天光的影响，蓝天的这个影响，所以远处的这个树的边缘可能会色散的情况会更多，它会更蓝一点，然后近处的这个树的话可能会更多的是它自己本身的这个绿色，或者是叶子可能有枫叶啊或者什么，它会有一些更多自己本身的颜色，包括它的这个生理互补色。比如说像这个地方的蓝色和它这个红色或者是绿色，它会有一点互补啦，更多的去体现出它这个光的浸透的感觉啊。然后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倒影这个湖面，这里会有一些蓝色，更多的是湖面的这里会反射出表现出这个湖面的倒影，会让这个画面更有空间感，然后让你感觉到这里是有透气的，它这里是有空气的。这里这个湖面反射出来的这个蓝光，让你感觉它中间是透的，它不是死的，它不是实的，它是空的。这个就是这个印象派，光影画我们的感觉。在我们能够掌握它的这个大的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更细的，比如说色相或者是灰唇，去表达更多的这个信息。这个就是常色，在不破坏黑白关系的基础上去表现它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作业看一下，今天的作业会有提到这个。作业。好，其实这个是选做，我们会有一个作业，就是让大家去场色，把你的这个画出来的这个练习的图片去加一点你主观的这个场色，去让它的颜色画面更丰富，让它们画面更跳。好，8:01，那我们再休息一个5分钟。休息。
休息一下。那到8:06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好吧？您的作业好像也是看上去有点多，但是实际上还好。马桶女童大舞台。我们到06的时候继续，好吧？
到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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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形大舞台，有魅你就来。我的笔呢？我刚才讲到的还是常色，常色。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作业，看一下我们作业。首先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猫猫站在房间里面的图片，然后有一束饱和度很高的这个光打下来，对不对？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刚才给大家这个强调过，他们的这个影响等级重要程度是什么？是首先是黑白关系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在黑白关系的基础上再去增加什么灰尘对比、饱和度对比、色相对比之类的。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其实和上一节课的很像，就是还是把这个参考图把它归纳成黑白色，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这是我们要带着思考去做了，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去判断的话，可能上一节课我们完全是靠我们的这个初步的直觉去判断。那么这是我们这张图片一个比较特点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光线饱和度很高，所以它的这个而且是这个颜色是刚才我们分析出来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颜色，它是红色的光。那么可能它的这个自身明度并没有那么亮，但是它看起来还是很亮。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它到底有多亮。可能你把它分析成黑白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黑白关系的话，它其实没有那么亮。看一下黑白关系，其实这样的话，它的黑白关系是这样的，这把这个大概分析差不多就行了，不用把它画的一模一样。这个构成，这个我找的这张图的构成是很简单的，我们同学这个形状应该能画出来吧？把它这个构成的这个形状大概画出来吧。颜色也很简单。好，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分析出来的黑白关系可能会和你看到的有所不同。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了，为什么？因为这个红色它不仅仅是物理明度，还要考虑它的生理明度。红色的生理明度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红色会看上去在你的眼睛里面看上去会很亮，会影响会对你的视觉判断有影响。实际上它没有看起来这么亮，实际上它就是这么一点点亮的这个投下来的这个光。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有一个这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的图层要分好。看一下。首先是这题一定要把图层分好，因为你后面做的时候你不分图层的会很麻烦很困难，一定要把图层分好。那么这个图层一会儿我在群里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首先是你要拉一张和原来的图一样的大小差不多的这个画布，然后第一层是地板。好，我们同学都有基础的话，这个图层应该都会分吧？不要有同学图层都会分的乱七八糟。把图层整理清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忽略的点。有时候我们图层如果画的乱七八糟的话，后面的这个绘画体验，和影响各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是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图层要差不多搞清楚了，然后就是这个光，我暂时把它分成这样几个图层。猫，好，猫的上面的话是猫身上的这个投影，这个也是投影。
不是是光，亮部吧。猫。这个亮部可以建一个剪辑蒙版，这样它这个亮部会更方便一点。然后是眼珠子，眼睛。这样把这个图层分得清楚一点，后面会更方便我们去画。首先是这个思考过后再去把它归纳成黑白关系。然后就要用到之前的知识点了，比如说像这个第二个练习是把主色和辅色兑换，这个很明显，我们这张图的话，它的主色是背景的这个蓝色饱和度比较低的蓝色，然后打的光是红色，对不对？这张的话，我们把它反过来，把它的光，把它的环境，把它周围的环境改成红色，把这个投下来的光改成蓝色。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几个点是什么？比如说像这个猫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黑猫，对吧？所以这个猫的这个暗部，在暗部的这个猫它本来就很黑，所以它在暗部的话，这个猫会更黑。但是这个黑，其实你也可以稍微带一点色相，比如说像这里这里的这个黑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有色相的这个黑，不要用这个黑，这个黑可能就会看起来。这个黑看起来会比较突兀，你可以用一个这个色相跨度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红色，然后把这个蓝色，首先保证它们的黑白关系差不多，这个蓝色可以，应该感觉可以再亮一点。稍微再亮一点也可以。好，这样差不多。好，这个就是投过来光，注意这里的这个地板，因为地板它是比较深的地板，所以它投进来的这个投到地板上的这个光和投在这个白色的墙上的光的这个颜色很明显，这里会稍微深一点。然后猫身上的这个蓝色也比这个白色墙要稍微深一点。然后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投在一个暖色环境里面投下一个冷色的光，这个是第二个，把我们的主色辅色，也就是光源色和这个环境色互相兑换，把它这个填上去。那如果你如果你第一题把它这个图层分好的话，这个就很方便了，你直接把颜色拖进去就可以了。所以第一步的时候一定要把图层分好，要不然你后面就会很麻烦。把它分好的话，这个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然后再试一下这个。第三步就是改成单色调。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注意的是什么？主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黑白关系。我想打喷嚏，打不出来。这个是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黑白关系仍然是这个猫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然后投下一束蓝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明度控制好，然后把它的环境色也改成同一个色系。你的这个色相稍微有一点偏差都没关系，因为它同一个，我们之前不是讲同类色的话，15度以内的一点点偏差它都是同类色，都可以，对吧？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它的这个黑白关系。都是蓝色就可以，它都是同类色。这里我选的是蓝色，你们也可以选其他颜色，或者是多试几个其他颜色改，用填你自己喜欢的一个颜色都可以。好，仍然要保证它的黑白关系，保证它黑白关系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是前面的两个都是前面两个我们的这个光它的饱和度都是很高的，对不对？那么第四题呢，我们就要注意了。第四题要把光的纯度降低。
他们把光的纯度降低之后，他们的表现，光的这个和我们光的感染力有关系，和光的这个染色程度有关，仍然是一个对比色调。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第3张是纯色单色调之外，其他的颜色都是有一个主色辅色的，对不对？这张是红色、偏橘红色和这个蓝绿色，这张是蓝色和这张也是蓝色和这个红色，红蓝一个是蓝红，它们主色和辅色之间都会有对比，这个是简化过后的哦。不用，我们有的同学他会把这个光晕也画上，不要。这个我们后面再说。这个我们有的同学他比较细节的话，他会发现其实这张图片它还会有一点点，这里有一点点这个光晕，我们暂时先不要考虑这个光晕，我们只是把它的这个底色归纳简化成这样一个颜色，好吧？然后你只要把这一块颜色全都铺上一个环境的颜色，就大概的环境颜色就可以了。然后这张和这个很明显，上面这个上面这些颜色它是蓝色，很深的蓝色，很深的红色，或者是像这个呀很深的绿色，它们都是染色像是那种强染料，或者是染色程度很高，但是这张第四个就有一点有一点比较难判断，就是要降低光的纯度，让你的光的染色程度降低，然后不要改变生理明度，你可以改变它的物理明度。刚才我们都是控制它的物理明度，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控制它的生理明度。这张看一下，这张其实其他几个的这个黑白关系都是差不多的。然后这张的话，很明显它这个明度很突兀，这张特别亮，对不对？但是其实你把黑白图层关掉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张的这个明度和其他的明度看上去好像差不多。这个生理明度就要靠我们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如果同学们判断不出来的话，这个时候就交给你就大胆画就行了，你交给老师来帮你判断，好吧？如果这张，如果你的这个生理明度自己判断不出来，但是你不要。如果判断不出来的话，不要放弃或者不要退缩，你大胆去尝试，反正你根据你的感觉去画就行了。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你到时候交上来让老师给你判断就可以了。主要是保证它这道光它的强度生理上的这个明度和其他这个明度是差不多的这个感觉。好，这个是这张，这个是第四步，不是第四步，是第四个小题目。这张图，这题是一个题目，然后衍生出来的这个五个小题目啊。我们同学在那个纸里边，这张作业纸也发给大家，大家可以最好可以下载这个透明底，不下载透明底也没关系，你就把这个图抠出来，然后把它大小形状固定一下，画在同样的这个，你到时候把这个黑白给这个分析好之后复制过去，直接填色就可以了，好吧？好，然后第5个是比较开放性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自己随便随机配一些颜色去试试。根据你前面已经画了这么多张不同的这个控制变量法，对，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控制变量法吗？前面几个就是控制一个变量，然后去改变其他的去改变这个变量，然后去得到去进行练习不同的这个练习不同的这个能力。那么最后一张就是相对来说让更开放一点，让你自己想画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然后用最好是用对比色，因为对比色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对比色比较容易出效果吧。好吧，比如说像这张我用的一个是橘红色和绿色，像我们的这个例图的话，它是一个红蓝对比色，对吧？但是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对比色除了互补色，其他颜色的一些关系，它其实是有很多关系的。它的这个只有对比色是180度卡死的，但是互补色或者是
不是，只有互补色是卡死的。对比色的话，它是一个范围，然后我们的这个同类色或者是什么什么色，它都是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取很多颜色，然后它们之间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在色盘里不同的位置，它达到的这个效果也是不同的。我们前面也说过，就是你不同的当时不同的这个，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他们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会有一点不同。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可以在这个通过我们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练习去感受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变量对我们画面之间组合，不同的变量和不同的这些组合对我们画面最后画面效果的影响，好吧？我们研究的就是这个打光，这个光的这个整体的色调。好，然后这个也是除了第4题之外，其他的这个黑白关系都要最好都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好吧？利用我们的生理明度，去把你的光画亮画活。好，这个是其实我们今天就这一道题目，然后还有一个让大家可以供大家选择的选项，在哪儿？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个刚才是整体在暗部，刚才是一个什么调性，是一个低长调或者是低中调，低长调和低中调之间大概一个调子吧。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大概是一个高中调或者是高长中，大概是反正就是高中调这边高长调这边吧。这个就是整体是在一个很亮的环境里面，然后可能是你的这个铲屎官趴在这里给你的猫猫打光。这张打光应该是什么？这个人拿着这个灯光照过来，你的这个铲屎官趴在这里给你的猫猫打一个光，趴在这个地方。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小猫照得很大只，照得很吓人，大概是这样一个光效，我们同学应该能看懂吧？然后这个比较简单，你可以，如果你刚才那个有点多，你可以选，但是最好还是做刚才那个，或者是你2个都做也可以。如果你实在觉得困难的话，你可以做这个简单一点的。首先还是分析黑白关系。好吧，首先前面几张的黑白关系都差不多，差别不太大。总之就是一个范围。首先你把这张图的黑白关系分析到这里，这个我们同学应该都是有一定基础的，像这种最基本的，形状应该都能画出来吧？画不出来的话，你也可以抠图，这个应该能抠，看一下。因为我们没办法把每一个图层都给大家，所以就只能麻烦大家去自己画，自己复刻一下，应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这个其实很简单。如果觉得有点来不及的话，你可以自动去选区把它选一下都可以选。这个选区都可以选一下。选一下，然后拷贝就能把这个图层给抠出来了。然后你抠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把这个白边自己手动去修补一下，好吧？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好，然后还是和第一个一样，你把这个色调换一个相反的色调，或者你不好判断相反的色调的话，你就直接自己取一个对比色试试。反正这个最基本的就是你一定要取一个对比色，或者是跨度大一点的颜色，不要取一个色调。然后像这个也是刚才的一个题目，就是改变它的物理明度，让它的生理明度的这个让这个光通过生理明度去表达这个光。
提高光的纯度。我们前面几幅画，我们一看其实都可以看出来，它们这个光的这个光它的明度，我们经过艺术处理之后，它的光的纯度，像这两张光的纯度都是很低的，然后它的这个阴影的纯度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像这个阴影是紫色的，然后光是黄色的，那这个阴影是黄色的，光是偏紫的冷光，好吧，然后它这个色调就是这个亮灰暗纯，大概是。然后呢，这个我们就用这个亮纯、暗灰、亮部的这个用一个很比较纯的一个颜色去表现它的这个亮光，然后把暗部用一个饱和度降低去用一个互补色或者是对比色，反正就是距离稍微高一点，去找一个特殊的色调。我们最终的这个效果都是把它的这个你不要画成投影，你不要把这个猫画成这个亮。你要把一定把它这个最初衷把它的这个最初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是这个人在这里打了一道光，趴在这里打了一道光，把这个你不要把光画成阴影，把阴影画成光，那这样的话就比较离谱了，对不对？我们要至少尝试一下把它的这个黑白关系，还有它的这个这个最后一题，像这两个题目的这个第3题都是。黑白关系不用太不用太一模一样，因为没办法做到一模一样。如果是你的灰唇改变的话，好吧。然后就是通过灰唇生理明度去表现它的光的亮度。这个是今天的一个作业，后面有一个是选做的作业，稍微可以稍微做一下，后面我们再说。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知识点。好，常色我们刚才讲了一半，常色就是控制生理明度，我们把它归根结底都是什么？都是首先第一步控制物理明度，然后借助生理明度进一步丰富色彩，然后我们再看下面再看几个例子，比如说像这张前面这张是油画，对不对？我们再看版绘的这个作品，这2张这几张都是在这个电脑上这个通过电子屏幕去画，上面前面2个可能是油画，或者是你用这个现实中的颜料去画，但其实你这个颜料3原色它是这个亮是红黄蓝，对不对？它其实只是这个色彩的这个选色调色逻辑不太一样，但最终它的呈现表现形式的这个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好吧？然后像这张我是不是语速有点快啊？哎呀，喝口水。像这张我们在版绘的时候，我们用的不都是版绘嘛？好，然后就是比如说这里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暗部会飘一些，像这个蓝紫色的这个蓝紫色的这个叶子。其实它不是很亮，如果你把它画到这个白的地方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颜色不是很亮。但是为什么它在这张画里面，为什么这个颜色我吸出来是这样的，但是它在画里面很亮呢？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受到这个物理明度，它处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而我们刚才分析过，就是在暗的环境里面，像蓝色或者紫色，它就会有一个很神奇的效果，达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就是它的颜色会比较闪烁，低调奢华，但是有内涵，就是不是像绿色那么刺眼，但是很有活力，很神秘，很高贵，很帅。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好吧。然后再比如说像这个亮的地方。这个画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这个蓝色都是蓝色的叶片，但是在这个整体在亮部的时候，这个蓝色它其实是这样，很明显，它的这个色相和纯度之类的，它是很明显。其实这因为它是这个颜色的，它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亮一点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要根据环境，根据它的这个物理明度去调整。看一下，如果开黑白的话，开黑白图层的话，那么刚才画面里面这些闪烁的这个蓝色还有红色，
我们先看蓝色，闪烁的这些蓝色是不是就，就突然就失去了这个，突然就没有那么显眼，没有那么跳脱，可能好像是一堆小朋友里面，他们都开黑白图腾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些小朋友，这刚才还是幼儿园小朋友，但是这些幼儿园小朋友他们都睡觉了，都睡午觉了，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着了之后，大家都都是安安静静的，像被定格了一样，然后就没有什么没有说谁比谁没有说谁更活泼，谁更跳脱，也没有说谁更安静，都在睡觉。好，这是这个是同样，这个就是物理明度起到了一个作用，增加我们的画面效果。然后这个红色也是很明显，就是像这里这些橙红色。刚才我们分析的话，我们同学，如果认真思考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像这里的这些黄色。它也很跳，在这个，在我们没有开黑白图层的时候，这个颜色会让你一眼注意到，它是一个比较显眼。这个小朋友，我们在白天在幼儿园做游戏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他是一个比较欢快的小朋友，然后睡觉，大家倒1、2、3倒睡觉，倒头就睡，然后就没有什么特别亮、特别出彩的，不是特别出彩，就是不是特别抓眼或者特别吵的小朋友。对，这个颜色感觉可以用吵来形容，对吧？就是没有特别吵的小朋友了。好，这个就是生理明度对我们画面的影响。那么之前还有同学提到说白色的头发。白色的头发就是像这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白色的头发，在黑色的环境里面，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它是白色的头发，但是你把它画出来，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画白色，如果掌握了画白色，能把白色画好看的话，其他其实很多颜色都可以把它掌握好。比如说像这个颜色，你看。把它吸出来之后，会发现它的这个白色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颜色，但是为什么还是能知道它是白色呢？因为它在环境里面有一个对比，它的黑白关系是差不多，是黑白关系之间是稍微是有规律的。比如说像白色的头发的话，它的这个颜色可能和这个黑。在这里，在白色背景下它很黑，但是在和这个黑色的这个素描关系里边来说，它的颜色是很白的，它之间有一个明度差异。这个背景很黑，它们之间有一个明度差异，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这个高光啊，比如说像这里这里这个亮部，这里这个很亮的亮部。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然后互相构成之间有一些形状的这个影响，就让你知道它画的这个是头发，然后它同时这个皮肤我们在画的时候，头发白色的头发或者白色的衣服还可以和什么？还可以和皮肤去对比一下，因为白色的头发的话，它可能相对来说和皮肤的颜色会差不多，明度上会差不多，可能会比明度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或者暗一点，看你这个风格或者看你这个人他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肤色的人。比如说，在一个我们只看黑白的话，比如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你要画一个白色的头发的话，我们是需要对比出来的。好，这个人他是白色的头发，他穿白色的衣服，然后
同样的环境里面，不是同样的环境，在一个更亮的环境里面，更亮的环境里面，可能说同样的一个头发，同样的一个人的这个颜色，哎，你在这里画，它可能，你看我还是吸这个颜色，但是同样的一个白发，它在一个更亮的环境里面有一个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它变成了黑发。它是同样一个颜色，但是在这个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缩小一点，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它可以代表这个黑白格子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可能他穿的更像是黑色或者是深色的衣服，这个人穿的是白色或者是浅色的衣服。那么首先，所以我们在去画颜色的，我们在去上色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要把它的物理关系、物理明度确定一下。找出和它相似的这个颜色。再比如说，如果这个人的皮肤它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颜色，刚才不是没有画头发吗？如果这个人他的这个皮肤会稍微暗一点的话，给他扎的小辫子。这个时候我们把让他肤色和他的这个衣服的颜色都变暗的话，把它的黑白关系再去进行一些调整的话，那么它又变成了和这个身体比起来，它又变成了白色的头发，对不对？又变成了白色的头发。那么像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把它这个脸，比如说你给他脸上打个光，他穿的衣服再白一点，他也穿着一个更白的衣服，他自身形成一个对比的话，那么这个人他又变成了一个他不是白发了，他虽然还是和背景来比他很亮，但是他和这个人和人的这个脸相比的话会更明显一点，他这个时候会更像是这个深色稍微深一点点头发，这个明暗拉的还没有这么大，还很保守，明暗拉的再大一点。这样的话就更明显了，他是一个深色头发的这个小人，可以让他穿一个深色的衣服，对吧？这样我们就一下子从刚才的这个白色的这个人变成了一个黑头发的人，所以你想画白发的话，第一步还是要控制好它的黑白关系。好，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丰富色彩，再去增加它的生理明度，用生理明度去丰富它的颜色。再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其实画的就是一个白色的衣服，但是它的黑白，看一下它黑白关系，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白色的衣服，对不对？它的黑白关系里面把这个人他其实不是特别亮的，他这个人他其实不是特别亮，我们可以拉一下他的黑白关系里面它是一个比较灰的颜色，大概在70多度，它一般是一个比较靠中间稍微亮一点点的一个值。那么这里的这个物理明度大概在70度左右，60、70度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些比较中庸的、比较正常的一个值。然后，但是为什么它还是能看出来是白色的衣服呢？因为它的背景很暗，背景很深，它的背景和它的衣服有一个比较非常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灰面的这个光晕的这个过渡，对吧？增加我们这个光的这个增加，中间会有一层灰色的过渡，去增加我们光的渐渐的这个过度亮起来的感觉。好，这个是首先我们在画这个和这个一样画黑白关系的时候，首先
你不一定画白色，不一定用白色去画，画黑色也不一定用黑色去画，只要你把它的这个黑白关系和明暗对比做出来的话，那么就能把它的这个基调奠定好，奠定好它的基调。好，然后在它这个衣服已经很亮，衣服已经很在这个画面里面已经很亮的基础上，再怎么样让它再发光呢？再发光，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我们的这个生理明度了。那么我们刚才分析过，很明显最亮的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对吧？还有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这个也很亮，但是它在这三个里面。在这三个青品黄里面，品红色虽然也是在这个环境里比较亮，但是品红色它不是特别亮，它和其他这个两个相比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么我们想要去让它更亮的话，是选择这个色相还是这个色相？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除了这个色相对比之外，还要考虑一个什么？考虑一个除了生理明度之外，考虑它的这个对比色彩关系。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背景色，我们选择了什么颜色？选择了一个背景色，我们选择的是红色，对不对？那么我们想让它更亮的话，不仅仅是不仅仅是这个颜色本身的这个明度来说，品红色和青色和黄色都是很亮的一个颜色，它们亮度其实差不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一个对比拉的大一点的颜色。那么青色和黄色两个颜色，相比起来，是不是青色和红色之间的这个对比度要高很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用这个青色是最合适的一个，去表现它是这个生理明度，去表现它这个衣服自发光的一个颜色。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颜色自身是一个最亮的一个，在色块里最亮的一个色相。第二个是它这个青色更容易和红色产生一些色相上面的这个强烈的对比会更强烈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青色或者是蓝色或者是青色这个青绿色这个颜色去画，在这个红色范围里面去画一个这样一个表现这样的一个很亮的颜色，很亮的白色。好，然后这个的话，它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比较中间比较中庸的一个颜色。看一下，好，首先它的黑白关系的话，它黑白关系和这张相比没有这张对比那么强烈。这张它中间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对比的地方，然后像这张的话，它就没有过强的这个对比，但是它的这个它的对比之间也拉的也有一些对比，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色相上面采用的是一个黄色、橙色和紫色一个对比色，这里是这个橙红色和这个蓝紫色之间也是有一个色相之间的对比的。对比色就是什么？就是相辅相成，互相映衬。那么这个就是亮部用这个紫色，暗部用黄色。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柔和的，像月光一样，或者是一个比较暗的、比较柔和的一个暗一点的打光。因为这张当时画的时候就是想要一种像月光一样柔和的效果，然后没有刻意去打一些特别亮的光。然后在我们的这个习惯里面，很亮的光一般都是什么？都是红色或者是橙色，对吧？像我们一开始展示的这张油画里面，像这张。我们一开始展示的这张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太阳的光线，太阳照出来的暖光和暗部的冷光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然后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它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一个非常明亮的一个光线。那么刚才这张
刚才这样就是通过这个生理感知和生理明度去，去表现一个什么表现一个月光一样比较柔和的这个光。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亮部采用这里的紫色的话，它的这个色相整体的色相都是比较暗的，就这个颜色比较容易表现一些比较暗的这个，在暗处表现这个光亮。好，这是完全相反过来。这个就是场色和生理明度之间的一些变化，结合我们的这个作业，我们同学可以结合这个作业去思考一下，然后你还可以其实很多像这个后面3章，除了这个是确定主辅色和力图是反过来的话，其他后面3章你还可以画很多，还可以多画，还可以自己编很多不同的这个搭配。然后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色彩空间。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用色彩去表现画面的空间感。比如说像第一章这张我们第一节课这张红色的，我们第一节课有给大家去讲过，给大家去分析过它的色调，对吧？但其实一张画面它除了这个一个方面之外，它的很多方面都可以，有的时候一张画面可以分析出很多别的东西。比如说像这张它的这个空气很明显，我们同学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它的这个我们的空气也是有颜色的。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这个色相或者纯度之类的去通过改变远处空间物体的这个色相或者是明度啊、纯度啊这些去表现它的空间的颜色、空间的感觉，把空间的颜色画出来，那么你的画面自然而然就会有空间的感觉。比如说第一张颜色，我们同学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它整体都是一个黄绿色的色调，对不对？天空的话也是有一点灰蒙蒙的这个，虽然阳光，你看这个树影的话，应该是有一些阳光的，但是因为滤镜还是什么的关系，所以它的这个整体色调都是一个偏黄绿色的色调。那么它远处的山的颜色，首先由于光线的损失，远处的山很明显，它的这个明度它是白天嘛，所以明度会升高，对不对？它的纯度也降低了。色相的话，色相比较不太好判断，你可以根据自己主观去增加它的这个色相的变化。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的这个色彩的空间是这样的一个变化。首先是近处，然后越往远处它的颜色，我感觉它会往黄色偏一点，它的亮度和纯度会降低，再明显一点。好，这样2个颜色是不是很明显的？它有一个纯度再低一点，很明显它有一个中间会有一个空间或者是透气的感觉。好，这样会上远。它会有一个前后之间有一个空间，中间会有大气层，有空气能呼吸的感觉。我们画面透气是什么？透气是怎么透气？就是让你的画面有这个空间关系，让读者能够感觉到，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感觉到你的这个画面里面有空气的颜色。那么这张红色就很直观了。红色的话，它的这个天空也是很白很亮的一个颜色。那么远处的这个沙丘也是很明显，它的颜色会更亮，纯度会稍微低一点。它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就是首先近处的这个颜色很深，颜色很浓烈。然后往远处的话，颜色看我这个的这个变化，它是颜色比较亮，然后纯度降低。因为越远的话，它的颜色就会有一个损失，所以它会有一个
它会有个空间的这个变化，让我们感觉到中间是有空气，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两个色块之间是有空气在流通的。好，然后像比如说像这个光晕的话，它不是这个的空间，这个的空间就不是空气了，而是感染力。我们能感觉到，我们能看到这个光的这个光晕，对不对？这个光在向外发散的感觉，其实就是这个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它是首先是在黄色，其实这个就和这个很像，它就是这个，它和这个其实就是这里的这个光的这个光晕，对吧？它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光在发散，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气光的感染力，把它的这个发散光的这个发散的感觉画出来。那么首先还是光，如果要画光的话，首先要把背景压暗，对不对？背景要暗下来。好，然后中间会有这个，中间会有花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花瓣虽然它的这个黑白关系差不多了，但是感觉看起来不够亮。虽然和这个颜色差不多，但是不够亮，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中间会有一个光的发散没有表现出来。那么光之间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散？就是一个色相之间的变化，然后亮度降低，渐渐的发散到这个，发散到这个周围的环境里面。好，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很委婉。它是有一个光晕的这个变化，然后可能自身还会有一点这个变化。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做的作业，就是增加你的这个画面的。增加画面的这个光，增加它的这个颜色的变化，这个是选做的一个作业，好吧？在你如果你把这个画完之后还有精力，或者你觉得你还可以继续的话，你可以选几张，最好是选这个对比色强烈一点的这两张，因为这两张有对比色的话会更容易出效果。选择一个或者是两个，或者其他的也可以。其他的话，可能色相上面，像这两张，它们色相上面就可能不会有太多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明度的变化。像这两张，像25这两张的话，它对比度比较拉得开，然后饱和度也比较高，更容易把颜色画得更丰富。就是在不改变大的这个明暗关系之下，你可以加一点黑白格子，比如像这里多一点这个黑白格子。但是保证控制它的这个生理明度，去增加它的这个光晕。我们之前不是说过，我们有的同学会观察的比较仔细，会感觉能够看出来它这里其实是有一点这个光的散发出来的这个光晕的，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光晕在不改变它的这个大关系的基础上，把这个光晕画出来。那么光晕的话，它首先它会稍微明度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提高，这个也是这里会有这一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块会有一点点明度提高，这里你可以稍微夸张一点或者主观处理一下，这里明度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提高，这就是它光散发出来的。我们的光之所以亮，因为我们原来按照原来这个画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感觉到我们这样画其实它不是没有原图感觉的这么亮，
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只是单纯的把它的构成和色相去复刻，但是没有画更细节的东西。那么更细节的东西就是我们可以试一下去把它的光晕画出来。光晕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浅浅的这个亮的这个明度变化。然后色相上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生理明度去改变它的色相，在不改变它的这个黑白关系，或者把它黑白关系有顺序的黑白关系画的差不多的情况下，再去改变它的色相，去丰富我们的这个画面的这个细微的变化，黑白格子的变化，这个也是随便怎么去画，比如说像这里有一点这个颜色，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些更细的这个颜色变化呀，或者是这里的光晕也画夸张一点都可以，只要你的这个配色没有太过分，然后你的这个光的感觉，没有大的偏差的话就可以。好吧，这个是选一个可以挑战一下的，或者更深入的。如果你想更深入的话，你可以再画一下这个，再做一下这个题目。好吧，最基础的还是把那个5个小题目做出来。哎，不是这张，斯密马赛，这张。好，这个就是空气的感染力以及色环的补全，色环补全。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在那个图里面还发了一个这个示意图，这张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本来也想给大家做作业，但是可能时间比较赶，或者是作业会有点多，所以暂时就没有把它放到作业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同学有余力的话，也可以自己再去试一试这个小作业，好吧？不知道大家对作业压力大不大？我本来是准备布置这个作业，但是感觉好像有点多，所以没那个。那如果我们同学想试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很明显的，你不要去考虑太多，你结合我们同学结合前面的这个构成去归纳一下的话，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1、2、3、4层，一个是背景，然后是后面的两层，直接你不要看它中间还有什么这个山丘，这里还有一层，这里还有山丘，你直接把它归纳成这个就已经很还原了。然后这张图最主要的是什么？表现它的空气透视。首先它是一个由橙色逐渐往远处的这个蓝色空气去延伸的一个感觉，它是一个由黄色向蓝色去过渡的感觉。那么首先它最近处的近景，你可以用一个纯度比较高的，也不是特别高，它主要是比较深，颜色比较深，色相偏这里偏暖的一个色相，把这近景概括出来，然后渐渐的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山丘或者是这个什么结构，这个特殊的结构，它会有一点这个色相会偏灰偏蓝，看上去偏蓝偏灰，对吧？但是其实它的颜色不是特别蓝，它可能是一个紫色。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些层次的变化，比如说像上部的话，它是一个偏红紫色的颜色，但是下面离得越来越近，它的颜色可能会更偏黄一点，中间还会有一些丰富的这个色相的变化，不是色相的变化。它的这个黑白关系，首先在这个黑白关系的基础上，然后它有一个这个黑白这里的这个同一层级的黑白关系是差不多的，然后去改变它的色相，然后把这张图片，把这张照片的这个空间感就拉开了，空间感。然后这张的话，我只让大家去做了这个，对不对？本来还是想让大家把这个也做，但是把它改成了这个猫，因为这个猫可能会更直观、更简单一点。改成了这个猫。
个会更简单更直观一点，我感觉。然后这个这边这个小的选做的也是它的结构会更清晰。那其实这个也可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做，大家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好吧？当然我们就是先看一下，根据这个去理解一下空间的关系。首先，空间影响空间有很多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黑白关系。可能你在这个白天的话，你的这个山是颜色越来越浅色。这个第一章我们之前是做过的，就是它的黑白关系来说，越远的山它的这个明度会越高一点，这是它的通过明度去表现它的空间的远近的关系，这个也很直观。我们之前做过的话就很清楚了。然后这个第二个还是改成单一的同类色或者是差不多的这个色调，通过这个是在保证它的这个黑白关系的基础上去改变它的这个明度，有色相的一个明度。像这个可能是单纯的黑白，然后这个的话你会考虑一下它的这个有颜色的这个色相稍微会拉一点点，比如说像这里的这个颜色可能会是一个偏绿的一个蓝色，然后中间纯度高一点的话，颜色会偏紫一点，再近一点的话，颜色又会偏再紫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但它总的来说还是单色调的一个变化。好，然后这张的话就和这张的话就和这个一样，它会有一些更丰富的色彩变化。首先我们这个是双色，这个是单色，这个是双色，好吧？然后这个双色的话，很明显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紫色的山，然后慢慢的融入黄色的这个背景，那么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紫色和前面的紫色相比，它会有偏黄，颜色纯度会降低一点，很明显有一种像和之前的我们示范的那个环境色一样，它有一种像海水宝宝掉进黄色的水里面的感觉，对吧？这就是它空间有一个透气感，黄色的空气。好，这个是我们最后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色调里面最后要强调一个点，就是用色彩去表现空间。首先是空气的颜色，在我们色相里面，通过控制色相去可以表现一下空气的颜色。那怎么去表现空气的颜色呢？首先它的这个黑白关系有一个近实、远虚、近深、远浅，或者是近浅、远深，它有一个深浅的这个层次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色相上面，其他这个有一个颜色往这个环境色去改变，往环境色去变化的一个过程。这个就是空间，就是空气和空气染色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把空气当成水来看，可能就会更明显一点，就是把空气当成水去处理，让空气的这个染色能力更强一点。然后最后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色环补全的话，我们可以去其实也就是藏色，就是藏色，就是让我们这个单一的这个色调去增加更多的色彩变化，更丰富的色彩变化和色阶的变化，去增加更多的细节，让我们的画面不再是平面，让它有更多的这个空间的感觉。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然后今天的作业刚才也给大家示范，刚才给大家讲过，大概反正就是首先就是要借助这五个题目，借助这个题目去理解物理明度和生理明度。这是今天的作业，然后选做的作业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我们今天上课讲的所有手段，用尽所有力气和手段去增加这个画面的层次感、空间感。然后这张也是一样的，我们比较
比较简单的、比较普遍的一个方法就是加一层暖色的边，对不对？还可以在冷色中间加一些更冷的颜色，对不对？在冷色中间加一些其他的颜色，去丰富一下它的色彩，对吧？比如说像这里啊。注意它的黑白关系变化不要太大。好，这个中间可以加一些丰富的这个颜色的变化，然后包括这个边角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加一些透气的感觉，加一些这样会更透气的感觉。然后像这个猫猫的暗部，其实也可以稍微有一些这个反光。那么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环境色的时候，就会和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反光，可以在中间加一些这个反光，去增加我们的画面的效果。然后亮部的话有自己的这个变化，画出它的体积、形状之类的，不改变黑白关系，去增加它的这个颜色的，去丰富它的颜色。比如说越远的地方纯度越低。其实这个的开放程度也是很高的，总之就是增加它的这个画面，去丰富画面。这个第二个会比较通俗一点，然后第一个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你看它阈值拉得很大。好，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这里看一下黑白关系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像这张刚才是演示的这张，它的黑白关系也是没有太大变化的。但是仔细看的话，这边的色相会有一些变化。然后笔刷的话，注意一下，我们同学笔刷可以用这个有这个像这样有深浅变化的笔刷，像这样的笔刷，好吧？然后你在画的时候，你可以吸取一下中间过渡的颜色，然后再去慢慢的过渡，不要笔刷找一个好用的，像这种有刷一下之后有深浅变化的笔刷。好，这个是下一个最后要注意的一个点。然后就是今天的内容。